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本期节目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最早的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一直传承到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都是如此。然而呢，最近兴起的战狼外交、疯狗外交究竟又是为哪般？在后边我会跟朋友们一一分享。提到疯狗外交，那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被咬的国家，所以呢，我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祭出关税大棒之后呢，澳大利亚不显山不漏水，似乎没有什么反制的动作。而其实上呢，这几天共产党的日子可真的是不好过，他们为了这个事情，这几天早就已经焦头烂额。为什么呢？那请朋友听我慢慢道来。刚上线，还专门立条法律来搞我共产党，老子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不要脸？是惹不得的，惹翻了呢是不好办的。就这种心态的人啊，他在英雄联盟里边就会打的人，一看他就是个傻逼。律师们先用，同志们共用。中国131万县团级以上级别的官员，他占有了中国80%的财富。造出来一种假象，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小人。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进入了一种无法刹住车的状态，所以呢，战狼外交这个词从只是网友随口说一说半开玩笑的状态，到了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呢明确的说做战狼又何妨。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从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正式的转变到了习近平时期的大国外交大有作为。这两个时期啊都提到了一个东西，作为。估计很多朋友不了解这里的作为，它是为了什么而作为，是为谁而作为呢？说起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就要回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啊，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对于中国都采取了冷态度。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个时候啊，除了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对中国政府减少了接触。中国的外交状态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陷入了孤立。为了修补这些外交关系，1990年的12月份，邓小平发表了这样的谈话。第三世界中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去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当头，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但国际关系上呢，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是谁也不得罪。把这一段话总结起来以后呢，就是邓小平时期的外交8字方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这个作为是带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作为。所以啊，这可跟我们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在1990年，我们的领导人在发表这些谈话的时候，他们呢会用很多口语化的，让人听起来呢话糙理不糙的那种状态来开会，来发表讲话，来进行治国理政。就像前边我读的这一段邓小平的讲话，再到后来江泽民时代的美国的华莱士不知道要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像这些经典的梗啊，相信朋友们知道的比我可能还要多。您看，就不管说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有多高，水平有多高，至少他们都在说人话，都在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他说的那些东西呢，他是有血有肉有躯干的。但是呢，到了2018年呢，再看现在这位呢，他的所有话说了跟没有说是一样的。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大国外交大有作为，这是习近平的8字方针，这是2018年他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面提出来的。他说，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的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发展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壮大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与挑战，善于化危为机，善于化危为安。化安。实事9平凑的8两7钱6分5毫4厘，尚且3心2意，一等下流。好工整啊！
华安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没事。兄弟们怎么样？是不是如同嚼蜡？是不是感觉眼皮逐渐沉重，马上就要睡着了？看似眼花缭乱的一大堆，但其实上呢，它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如果这世界上有这种讲没有意义的话的比赛，就是可以说的时间最长，而且说出来的词藻最漂亮，但是呢，它其中又不包含任何意思的这种讲话，那么咱们国家的领导人绝对年年拿第一。从这些讲话里边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勤劳的小秘书，清华北大文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每天在写这些演讲稿的时候，他可犯愁了。咦，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任何立场啊？他也没有交代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写啊？他治国理政的特色是在哪里？他的看法在哪里？什么都没有。我自己倒是有很多好主意，但是我真的没胆子写进去。经过了这一大段的思想斗争之后啊，这个小秘书最终呢就写出了前边我读的那一段。伴随着会说人话的国家领导人一起消失的呢，还有我们言论自由的程度。很多东西都是要当你失去它以后，你才知道它的价值。10年前胡温时期，像我这种程度的言论，它可以直接在国内的论坛上发表。那时候啊，有把国家领导人做成表情包。我还记得有一个是胡锦涛的表情，而且还把它做成一个古惑仔。10年前啊，这些就是最火的表情包，已经是被用到烂大街的状态。现在如果谁敢在微信上再发这个，我估计30分钟以后你就已经在派出所里边了，而且还可能是你自己自费打车去的。10年前还能有那种模仿领导人的表演，就是有些像小品那种形式的模仿秀，有一点点丑化，但主要是学他的那个神态以及说话的口音，并且这样的节目呢是可以放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边去播放的。我还见过电视台也做转播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25年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1974年10月1日的国庆招待会。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25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上面我提议请小平同志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同志们好，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参加这个活动，我是感到非常高兴。大家请江泽民同志讲话。律师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武警总队，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的政治舞台将交给胡锦涛同志。同志们，刚才江泽民同志给我们做了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讲话，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全党同志啊，一定要牢记江总书记的教导。我同时派出了温家宝总理到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演讲，那么大家掌声欢迎。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深爱这个祖国古老而又年轻。瞎扯淡的吧你！
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事情放在现在啊，恐怕都不只是让你去派出所那么简单，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株连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甚至是真正的判你，让你去坐牢。如果哪一个电视台敢去转播的话，估计台长都得整下台。好，跑题有点远。今天的主题呢是说澳大利亚，然后前边呢外交政策咱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下边呢咱们来说一下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中国也记起关税的大棒，不断的制裁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到底对中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让中国那么生气？2015年呢，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中澳自贸协定。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两国互相给对方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的乳制品、牛肉、海鲜、酒水以及铜、煤、镍这些矿产都可以零关税的销售到中国。那个时候的中澳关系啊，谈不上是什么亲密的伙伴，但是呢，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合作者。但是事情的转折点是出现在2017年，那个时候呢，澳大利亚的工党参议员邓森被指控跟中国的一些商人来往特别密切，其中呢就有红顶商人黄向墨。这个事情啊就引起了整个澳大利亚政界的警觉，因为他们觉得嘛，做生意那无所谓，咱们怎么做都好，但是呢，你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用你们的意识形态，用你们那种贪污腐败的共产党的做事方式来腐蚀我们澳大利亚的政界，我们的议员，那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就通过了一部法律，专门用来防止外国人对澳大利亚的政界进行干预。其实上呢，就是针对共产党政府量身定做的一个法律。正因为是前边的这一连串的事情，让澳大利亚进入了一种非常戒备、对中国非常防范的状态。到了2018年，因为前车之鉴嘛，就是自己的参议员都已经被腐蚀了嘛。后来华为的 5G 技术开始向全世界出口的时候，众所周知的任正非因为有中国军方的背景，转业之前呢，他是团长中校军衔，所以呢，到了2018年，澳大利亚用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明确地禁止了中国华为的 5G 技术进入澳大利亚。在禁止华为这个事情上边，澳大利亚是所有西方国家当中最早的那一个。在共产党对自己的人民对内宣传的时候，他们呢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对我们翻脸。共产党用他们的舆论机器呢，制造出来一种假象，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小人。但是呢，他们对自己去渗透别人国家的政体，用共产党那一套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去腐蚀这些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宪政制度，他们只字未提。因为网络的封锁呢，中国的老百姓呢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看到整个事情的经过的，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舆论攻势下呢，无一例外的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对澳大利亚人生出了莫名的仇恨。再来说共产党他们是怎么想的，在共产党的眼里边啊，什么价值观啊，什么意识形态啊，在利益面前他都要让路的。比如说像共产党提出来的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什么留给下一代的智慧再去解决之类的说法，在这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人的脑子里边是完全不认可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有争议咱们就得来争，争完了以后要不要开发，什么时候开发都是我的事情。像你们共产党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就在自己的国家、你的国内去和一下你自己的公民就好了。你跑到国际上、跑到这个外交舞台上来搞这一套，没人屌你的。对于共产党来说啊，我腐蚀你一个官员，在他们的思想里边，那根本就不叫腐蚀，那根本就不是个事情，我那只是疏通一下关系。这就是在中国办事情的常规操作而已。结果呢，你们澳大利亚搞那么大的事情，上纲上线，还专门立条法律来搞我共产党，搞得就像自己的妈死了一样的。老子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不要脸了？至于那么大的动静吗？所以就说啊，这些西方的民主法治国家，这些现代文明国家，维护自己国家的民主宪政法治，这是高于一切的存在。但是呢，共产党却不这么认为。所以就说啊，共产党政府这样的办事方式，这样不讲规则，只认结果不认过程的这种流氓态度，才是中澳争端里边最核心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你自己搞共产主义，你搞社会主义，再来一个什么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又搞死自己几千万，跟澳大利亚有一毛钱关系啊，又不影响我卖货给你，老子理你干什么，对吧？我就吃着牛肉喝着红酒，是吧？天天看你们国家的大新闻就好了嘛。你们共产党那些贪官污吏，在中国贪完钱，还不是要弄到我澳大利亚来，对吧？你老婆孩子在这儿，你的这些小三啊、二老婆啊、二奶啊、三奶啊，不都在这儿吗？钱到了澳大利亚，那不就是支持澳大利亚的经济建设吗？所以呢，你们共产党爱搞什么独裁，爱搞什么政治
体系，你们随便搞，反正呢，澳大利亚是最终的受益者。当然啊，现在描述的这种过程呢，全世界的西方国家都是受益者，因为他们这些家人啊，小三啊、二奶、三奶、四奶啊，是遍布全世界的这些发达国家的。你这个土共是吧，在全世界声名狼藉，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没有一起合力再捏死你呢？因为大家都捞得到甜头嘛。2010年的时候，中纪委的一份调查报告里边啊，中国131万县团级以上级别的官员，他占有了中国80%的财富。这80%的财富里边呢，其中又有2.2万亿都是外逃到国外的。世界上啊，除了像中国、美国这样特别大的国家以外，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地又大人又少的国家，它一年 GDP 才是1点几万亿美元啊，政府真正能收上来的税呢，就是 GDP 的20%左右，1.5万亿乘以20%，那也就是3000亿左右，3000亿美元乘以7的汇率，把它换算成人民币。你看，澳大利亚一个国家一年政府总的只能收到2.1万亿人民币，你中国共产党这些贪污官员在2010年的时候就往外边送出去了2.2万亿，并且呢，这个数字还是官方自己公布的，是已经查到的。那没有查到的那些呢，通过那些更加隐蔽的渠道洗钱啊，什么购买文物啊，基础建设输出啊，明面上来看呢，这个账上是没问题的，其实上呢，都是在出逃自己这些贪污的钱。所以啊，就像一座冰山一样的，查到的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冰山的那一角而已。那是10年前啊，那现在10年以后，房价已经涨了多少倍，大家得算进去吧。就算是这样的，这些西方国家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共产党不要太过分也就行了，我们容着你，对吧？因为大家都有好处，一起分享你们14亿韭菜嘛，对吧？可是呢，你们共产党的手不能伸到我们政府里边来。这几年呢，就是共产党开始飘了，对吧？以前呢，都还是藏着掖着躲着闷声发大财，这2年呢，完全是疯了已经。别说澳大利亚了，世界上所有这些西方国家，他们都试图把手伸到政府里边去，这可是容不得你啊！你外交政策上面什么战狼外交、风格外交都是小事情，外交嘛就是装逼，就是作秀嘛，这是谁都心知肚明。重点呢还就是共产党，你们这个手伸得太长了。好，前面讲完了2019年澳大利亚领头抵制华为5G 的这个事情，紧接着呢进入了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后，澳大利亚呢又是这个牵头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冠疫情源头进行追查的国家。再接下来呢就是新疆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啊，澳大利亚也是对中国政府不依不饶，有机会就要敲打你一下。加上香港反送中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部门呢，那就是骂过来骂过去，骂过来骂过去。最后呢，共产党是忍不住了，多大点破事情啊，不就是贿赂你一个官员吗？反正这种丑事情又藏不住，而且呢，我搞又不光搞你澳大利亚，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我都在搞。人家说什么了吗？人家也没说什么，对吧？就你澳大利亚跳那么高，来啊，互相伤害啊！于是呢，就正式的跟澳大利亚撕破脸了。后来又有一系列的事件，比如说国安约谈骚扰澳大利亚的驻中国的外籍记者，然后呢，赵立坚的假图片事件，再到葡萄酒加收关税事件，一直到今天最新的2020年12月15号的新闻，环球时报发出来的，说发改委准备禁止国内的发电厂去进口澳大利亚生产的煤炭，这个呢不属于关税武器，这个呢是纯粹的行政武器，集权国家拥有无限大的政府权力嘛，一纸命令，哪怕是澳大利亚的煤炭再便宜，你们发电厂也要给我去采购其他贵的煤炭来用。那成本上涨了怎么办？至于电价嘛，那可就更好说了。本来5毛钱的电价，你往上浮个5分钱、6分钱，对吧？我根本就不用跟人民有任何的解释，直接涨价就好了嘛。或者说呢，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电价不涨，我就另外再征收一个什么费，比如说是煤炭费，对吧？国内那帮老百姓嘛，就温顺的像绵羊一样的，爱怎么割他们怎么割。OK， 我说到嗓子都要冒烟了。然后呢，基本上把中国对澳大利亚做的这些事情呢，已经说清楚了。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看起来呢，就是共产党政府呢是占了先机，对吧？一切主动权都在中国共产党手上，澳大利亚被整得非常惨现在。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无声的反击。中国前边的那些操作啊，就像是菜鸟打英雄联盟一样，刚见面啊 QWER 全部技能先甩了一遍，他就是上来亮个相装一个样子嘛。他呢就想跟澳大利亚传达一个这样的信息，我呢是惹不得的，惹翻了呢是不好办的。这种心态的人啊，他在英雄联盟里边就会打的人一看他就是个傻逼，而且啊，这种人如果打到后期的话，通常都是要被虐出屎来的那种人。回到现实当中来说呢，为什么说澳大利亚他不怕中国呢？虽然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所有的出口当中1/3都是出口到中国，但是呢，澳大利亚所有的进口当中只有1/4是向中国进口的，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的出口顺差是582亿美元。如果失去了这个顺差的话，那澳大利亚人的好日子那可就到头了。你要说澳大利亚怕不怕中国呢？他当然怕了。
虽然说每年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1/3都是出口到中国这个地方的，但是把出口到中国的这些货物具体是些什么东西，把它掰开来看一个究竟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的这所有东西里边，76%都是矿产，都是有色金属，以及像煤这样的资源型的货物。这里边呢，尤其又以钢铁最为重要。大家都知道，搞基建、盖摩天大楼、建设港口、盖高铁，那个钢铁用量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加上呢几万亿的拨款用来做西部大开发，搞内循环，如果没有钢铁的话，那你搞个球啊！现在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已经占到了整个地球出口量的62%，但是呢，最不巧的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出口量是占据全世界出口量的50%，也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能买到的铁矿石有一半都是澳大利亚出口的。如果中国不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或者说澳大利亚不卖给中国铁矿石，那么中国就算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所有铁矿全买过来，也不够自己用的。这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打架，中国和澳大利亚，你别看澳大利亚个子没中国大，但是呢，澳大利亚是捏住了中国的蛋蛋。虽然说中国已经掐住了澳大利亚的脖子，但是呢，他们俩谁都不敢用力。就好比现在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开始征收的那些关税的产品来说，在我这个图表上边，您看，比如说牛肉、海产品以及红酒，都属于和农业相关的产品。那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已经加征关税的这些产品里边，占整个比例才有多少？你看，在浅绿色的农业的分类里边，它的总出口量还不如旁边的羊毛 2.46% 那么多，按比例来看呢，应该低于 2%， 那就更别说红酒、牛肉以及海产品，它所占的那点比例啊，在整个农业比例里边，那更是少得无足轻重。所以啊，中国共产党在对内的宣传里边，一次又一次的硬起来了，站起来了，全是假象。那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有点硬，一泡尿尿完以后，哎，怎么没了？再来说加征关税的红酒这个事情啊，它真的打击到澳大利亚本土酒庄的生意了吗？其实上并没有。澳大利亚的红酒里边啊，品质比较高的这些比较知名的酒庄、知名的品牌的这些酒，它本来产量就非常低，本来就是供不应求的紧俏产品。然而，中国大量进口的葡萄酒里边呢，是那种低端葡萄酒，那种垃圾酒。这种酒啊，可以说全部都是中国人、华人的老板自己在做，而且呢，他们的灌装厂直接就开在码头上。这么干呢，是为了让成本进一步的压低，压到最低。灌装完成以后，马上就装船，然后就拉到中国去。所以啊，这次的关税呢，搞死了一大批在澳大利亚做酒类灌装的这种中国老板，以及国内很多的这些红酒批发商。大家都知道，在华人圈子里边用微信的人那是非常的多。虽然你身在国外，你去跟一个中国的老板去买一个东西，其实啊，你给他付的款，你跟他划的账，其实呢，这些钱都是在国内赚来赚去的，根本就没有出过国。所以说呢，这些搞死掉的红酒老板，这些华人老板，他们其实在损失的呢，也是国内的 GDP。再来说，昨天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铁矿石异常涨价的问题。现在的国内的铁矿石啊，是7年以来最高的价格，而且呢，是从11月初的772块钱一吨，直接涨到1042块钱一吨，涨幅35%。然后呢，人民网坐不住了，他开始发文，这个呢，自然是澳大利亚的报复性的手段。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9亿吨矿石，现在每一吨铁矿石在1个月之内，它上涨了38美元。那38美元乘以9亿等于342亿美元。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10亿美元的葡萄酒，因为关税增加200%的问题，就假设说澳大利亚一瓶酒都卖不出去了，现在大不了也就是亏10亿美元嘛，对吧？但是呢，澳大利亚提高了铁矿石的这个价格以后，每年呢就能额外的从中国挣回来348亿美元。那更何况说，就算你关税再高，我的葡萄酒肯定还是能卖出去一些的，哪怕是损失60%、70%，那至少还有个30-40%的贸易还是有的嘛。这么一算啊，那大家说到底是谁亏了？国内自媒体上那些10万加的文章，现在都在庆祝对澳大利亚的绝对性的胜利。所以说啊，当今的中国那些小粉红粉区傻逼当道，等有一天他们真的是大难临头，他们怎么死掉都不知道。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peace。